在这个帮先人做事情的时候，完成心里的遗憾，就帮他做的越多，将来遗憾就越少。那现在很多人因为也不懂，那殡葬业者也认为说，反正就一个个案或者一个套餐，圆满由我钱收了就解决掉。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那么的了解，都用一些同样的礼俗简化的方式去处理它，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失去了传承的那个概念。大家好，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人生就是一场单程旅行，乘车前记得按下订阅键，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在台湾有一种职业会出现在各大庙宇执行吉祥法事的仪轨，像是做醮、延寿和补运祭盖，又或者是在丧事法会的现场来帮助往生者做超度和普渡的仪式。这个职业就是我们俗称的道士或是法师。我知道大多数的人对于他们的工作有非常多既定印象或想象，所以今天殡葬职人秘辛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吕少宏师傅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师那些不为人知的工作秘辛。我是台北市士林区释教发乐堂第5代传人吕少宏。释教是指释迦如来的遗教，简称为释教。佛教是佛陀遗教，简称为佛教。释教佛教是一体的，只是释教属于在家佛教的一个派系之源，它里面有笼挂了道教的一些科仪、佛教的仪轨，还有儒教的一些礼节，所以简称为释教。我的阿祖开始就在士林北投那边，到目前应该也超过100来年了。因为从小在这个家庭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那对于长辈有一些传承，他也是认为说你就是长子长孙，你就一定要承接。我年轻的时候想说，那这个产业毕竟它已经慢慢在没落，我的家族100来年了。他从最兴盛的时期的工作环境到后问式微的工作环境，所以有感同身受。那有一直想离开，就譬如说经商或者投资，冥冥之中有一些工作内容好像有一个使命感，去找你回来帮忙处理这些事情。从事这个产业到今年也有40年了，所以对传统礼俗里面的漳州、泉州客家礼俗略知一二。坛主的工作内容，因为早期他并没有殡葬业的这些的从业人员，所以坛主在地方里面，他属于上九流，属于地方的头人。发生的丧事，他会先找一些地方上的处理整个丧事的一些事宜啦。例如我们的部分是执行做超度的法事仪轨，那需要帮择日或者做堪舆或者做一些法事科仪，那是师父会居于领导地位去派那一些细节工作，比如说谁去帮忙采买棺木，谁去帮忙采买一些主食祭拜物品，或者采买一些殡葬用的毛巾，或者这些种种的细物。现今因为目前工业社会的转变，有一些商业行为的出现，就变得有葬仪社，大部分都是先找殡葬业者、从业人员帮忙处理这些区块。那整个法事的一些工作内容也稍微的式微了。其实每个个案都很多啦，最主要宗教是一种感应啦。那我来讲这些感应，也不见得是有办法，就是说言语之中去形容的那么到位啦。那宗教总是接触，那利用这个环境或者这种新的知识，可以传达一些善的知识、善的概念。我认为才是整个丧事仪轨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义。那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介绍的电话。有一个父亲往生了，但前半年他有一个儿子先往生了，那他想举行这个祭空棺的科仪法事，
那请问我们是怎么样执行这个科仪法事？就是聊天聊了1个多钟头以后，他说那明天想过来拜访，方不方便？我说可以啊。隔天一早又打电话过来，他跟我透露说，其实上他就是那个佛祖，往生者是他的父亲。半年前他的一个弟弟生病往生了，但是经过半年，他的父亲忽然之间也往生了。爸爸本身在屏东，他是一个王爷的乩身。他自己往生以后，王爷派出一些符令，有另外的乩身告知要处理这一些气空关的科仪，要求他从屏东往北部寻找法师。那我们聊一聊以后，他都带回去请教他们家的王爷，那是执辈以后认为说是我需要我下去帮忙执行，问我愿不愿意帮忙。那这个东西让我感触到，就是说我从屏东会上来找到我，冥冥之中这个因跟这个缘。那我能力所及，我量力而为，我当然就是能帮忙，能做得到，我就尽力去圆满。法力的概念是看你在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它，在玄学的角度可能就比较夸大一点，可能碰到我的家属佛祖，我尽力而为，能帮他们安抚他们心灵上的一些遗憾，让他们能安心。我认为这应该就是我的法力所在。我曾经有一个表哥啦，他有一个女儿，国小4年级。以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们那个画符都是骗人的。有一天晚上半夜9点多，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他的女儿吓到，他请我帮他收金啊。那我因为自己的表兄弟，我就说，你不是说画符是骗人的吗？他说不要这样子啊，帮个忙。半夜差不多10点多进来我家，那个国小3、4年级的小女生就被抱着进来，然后整个身心里都是惶恐的。然后还在哭啼不停。住在我家以后，后来我帮他做了基本的收金的一些仪轨处理完，差不多半个钟头，有那小朋友是快乐的笑着牵出门回家。那你说这个宗教玄学到底有没有？可能进入我们家这个磁场里面正气比较足，所以小孩子也要安心一点嘛。那玄学的角度就是说接触跟感应啊，相信这个表哥以后都不会再说画符是骗人的。我们阳明山的那个工作环境，第一个它就是传统的漳州礼俗啦。那因为在阳明山的环境之下，他们自己的透天宅，那亡者的岁数也够高，他遵照传统的漳州礼俗，在家里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就做开魂路的功德。开魂路的概念就是说，人一往生以后魂魄渺茫，他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那引魂定魄，指示他什么魂魄该往哪里走。接着做头七、二七、三七。做七的仪轨，对做七就是供养，每个七，我个人的建议都是一定要做供养的动作。那供养的动作，可能一碗白饭也是一个供养，一个水果也是一个供养，但是祭拜的仪轨，我认为是应该去执行。释教的法会里面有，譬如说最基本的祈鼓，就是请锣鼓、动锣鼓的概念，请神听这个法乐。再来有发官，就是说出了一道官文，把亡者可以接应到坛中来，就是好比拿了一张护照，他可以过关，过这个关口，可以接受轮回度。然后请神共作证明，神佛来共作证明，今天我们做的这一场法会是为了某某亡者的法会，让他做超度的仪轨。那引魂就是把亡者的魂魄引来坛中受度。再来有拜忏，求什么经文忏悔，帮亡者求赦免他的罪孽，然后赶快轮回到好一点的位置去。再来有化库，做了法会以后，谁亲友家人有谁要给他多少库钱，那就烧给他自己去领用。以前办一个丧事，办一个法事，它是众人合成之力去完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的父亲往生，我的兄弟姐妹、姐姐、孙子辈的，大家是各自要去请假来完成这个丧事仪轨。那这就是我个人认为，这就属于悲伤辅导。在这个帮先人做事情的时候，完成心里的遗憾，就帮他做的越多，将来遗憾就越少。那现在很多人因为也不懂，那殡葬业者也认为说，反正就个案或者一个套餐圆满，因为我钱收了就解决掉，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那么的了解，都用一些同样的礼俗简化的方式去处理它，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失去了传承的那个概念。那如果说今天你的礼仪师的专业知识够充足，你来解释这些
仪轨的事情让家人知道，我相信家属也可以同意这一些做法。那你来做这些简易的动作，或者说删除的这些仪轨或者这些执行的细节，我认为就是有正当的理由跟这个道理它存在的，那来删除这个仪轨，我认为就是可以去执行的东西。早期我们办丧事，他可能外面申请的路权，他就可以搭铁架，可以办丧事，可以做法事。以前可能可以用唢呐，那现在可能就是只剩下弦乐器的使用。那现在因为环境不一样了，也不容许你做这些行为，或者说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家人大部分都到殡仪馆或者说一般的会馆去执行这些仪轨。那这些默默的流失掉的一些工作权利，那个东西如果说透过新媒体的教育方式，把这些善的知识，就是说对的一些常识跟知识，把它传达下去，我认为是好的。比如说世俗礼节，另外透过这些媒体的关系来解答，让大众能理解，所以应该属于善的知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意义从何而来？从哪里演变而来？让大家能知悉，而不是惶恐不安的用一些业者怎么解说，就进行一些不该有的一些方法。家人碰到的丧事，他们都是惶恐的，他毕竟不像我们专业的个案那么多。碰到这些丧事仪轨里面，我们在帮他指导他们怎么拜拜，比如说早晚怎么捧饭，可以帮亡者做什么事情，对他会比较好。帮忙准备一些祭拜物品，帮忙找墓地，帮忙找塔位，帮忙找好的古罐，就是帮先人可以做更好的事情。他帮先人做的越多，可能将来他的遗憾会越少。他认为说，至少我也帮他做了什么事情。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也在卸去他自己的心防。比如说我帮他做了什么事，他这个过程里面跟我以前有什么连结，这些都属于悲伤辅导、心灵止息的一个区块。其实我相信碰到一个丧事，跟这个先人一定会有感情的连结。有一些悲伤辅导，因为就是太简易、太快速，以后可能对一些人事物，他很多业者他也不懂。其实很多福主家属我们都不懂啊，就是殡葬业教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了。应该殡葬业者本身礼仪师的自己的自我的一些专业训练跟仪轨仪节，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有一些特殊的家庭对我的信任，譬如他询问的问题，那我用专业来解说，或者说通俗化来解说，家人可以接受，可以了解。我认为对他们的心灵应该是会有一些最主要的安慰吧。不管怎么简化，其实应该说我们的过程里面可以尽力而为。那在尽力而为里面也要量力而为。譬如说，可能丧葬仪轨要叫你花50万，但是你的能力根本不及，你去借钱来办这个丧事，这有意义吗？这是尽力而为跟量力而为。最主要是不要无力而为啊！坐在那边好像无所谓，就是人家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这些仪轨都是因为商业行为的简化，也失去了原本的意涵。那我认为丧事应该是透过专业，透过大家怎么努力把它完成一些少了遗憾，多了一些疼惜的一种因缘，应该去传达的一个善知识。不管是红头法师还是黑头法师，都需要在法会的现场给予民众或是家属一些安定的力量和心灵上的支持。不过我知道，也许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很多的仪式都是迷信，都没有所谓的科学根据。但是，就像吕师傅所传达的，这些仪式其实多多少少也有悲伤辅导和心灵止息的功能，所以很希望借由你我的力量，共同把这份善的知识一起传承下去。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你喜欢殡葬职人的主题吗？如果你对于法师这个职业还有其他好奇或是心得感想，都欢迎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和我们一起互动讨论哦。我是社长小冬瓜，单程旅行社，我们下次见。